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生活里突然冒出一个棘手的问题，搞得你焦头烂额，却不知道从哪下手。别急，其实啊，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往往都不只是做个选择这么简单。比如，今晚我该吃什么？听起来像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其实背后更复杂。我到底有多在乎这顿晚餐？我该不该花时间思考这个？我有多少时间来制作晚餐？看吧，问题不是单选题，而是一连串决策、排序和行动计划的组合题。而光是怎么解决问题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够难了。你需要查资料、找信息，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要有动力、有毅力，一步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解决掉。那说到这儿，祈祷又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祈祷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更是一种训练思考的方式。而且不信教的你也完全可以从中学到点东西。那我们平时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问题虽然棘手，但谁都经历过。生活中的难题太多了，可我们总能一点一点挺过来，对吧？有时候我们靠的是常识，有时候靠直觉。有些人喜欢列个优缺点清单，还有人会找朋友聊聊，或者请教父母、老师，甚至心理咨询师。听起来方法五花八门。那科学怎么说呢？认知科学家其实早就开始研究人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件事儿了。有意思的是，最早一批认知科学家，其实很多人也是早期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们对一个想法特别感兴趣。如果我们把大脑看成一台电脑，一台会计算的机器，那我们是不是能更好地理解人的思维方式？于是他们开始用非常程序化的方式来定义和分析问题这件事。首先，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才算是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才叫一个问题呢？早在1970年，两位大佬级人物赫伯·西蒙和艾伦·纽厄尔，在他们的著作《人类问题解决》中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们说，一个问题其实由3部分组成。第一，问题状态，也就是你现在的处境。第二，目标状态，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第三，中间那一段最难的，从问题到目标之间的那些未知的操作步骤。他们认为，关键就在于搞清楚，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一步步从现在走到我想要的地方。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叫做逆向思维，也就是说，从目标出发，反着去推你该怎么做。不仅仅是终点，你还可以从任何一个阶段往前推，找到最佳路线。他们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国际象棋。你知道现在棋盘上的局面，这就是问题状态。你也知道目标是将死对方，这就是目标状态。但你真正要做的，是想办法找到那条通关路径。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再下一步呢？哪一套走法才能一步步把对手逼入绝境？他们这套关于解题的理论，后来不但影响了心理学，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你今天看到那些会下棋的 AI， 比如国际象棋引擎，其实很多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除了象棋和认知科学，解题这件事儿，数学家早就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方法了。我们来说说一位来自匈牙利的传奇数学家，乔治·波利亚。他在1945年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很直接，怎么解题。这本书专门写给美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没那么学术，但非常实用。波利亚提出了解题的4个步骤，特别适合拿来应对各种复杂难题，不只是数学题哦。第一步，搞懂问题。听起来简单吧？但很多人常常一上来就跳过这一步，直接开始乱算。但他提醒我们，真正的第一步是弄清楚你到底被问了什么，你有没有足够的信息，你能不能换句话说，把问题重新表达一遍，或者画个图，把它视觉化。这个步骤就是在扫清盲区，建立地图。第二步，制定计划。
有点像打副本前先布阵。你可以试试猜猜看加检查一下，也可以像刚才说的那样，从目标倒着推回起点，逆向思维。还可以列出所有可能的思路，比如要不要试试这个方法，行不通再换。第3步，执行计划。一旦你选定了解法，就别犹豫，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如果发现计划没用，没关系，砍掉重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持灵活性，不怕失败，也不固执。第4步，复盘加反思。这个很多人也会跳过，但波利亚说，学会解题的关键不在于你解出一道题，而在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你可以问问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错，哪个思路完全没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我能不能更快解决？这一点特别像我们剪完一个视频，做完一个项目之后的复盘环节，是提升思维和技能的关键步骤。这4步，不管你是做数学题、策划一个项目，还是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大大小小难题，其实都能用得上。而有趣的是，祈祷其实也暗藏了这些解题逻辑，它能让你冷静下来，理清问题，设定目标，计划行动，甚至反思自我，有点像正念和冥想。想不想听听祈祷这件事儿，怎么看起来这么像是一种高级的问题求解训练？下一段我们就要聊这个有趣的部分了。哈德森不仅是一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科学家，还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当年他在写论文的时候，也遇到过不少人生难题。一方面，他的研究课题挺抽象的，就是想搞清楚一件事儿：人是怎么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国家的整体人口结构，怎么理解家里电器的能源消耗，又是怎么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这些东西不像你能摸到的杯子、看得到的数字，它们太庞大、太抽象，甚至根本不可见。可人类就是有办法把它们装进脑袋，还认真对待。哈德森对这个问题特别着迷。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处在一个认知冲突区，一边是个研究科学、做数据分析的学者，另一边也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2种世界观是不是水火不容？一个讲证据，一个讲信念，一个要实证逻辑，另一个靠内心感受。但对他来说，他们不是冲突的，反而是彼此激发好奇、互相启发的2股力量。科学教会他怎么分析世界，而信仰教会他怎么感受意义。这段经历也让哈德森意识到，很多我们以为非理性的行为，其实背后藏着一套很理性的结构。祈祷就是其中之一。它表面上看像是一种信仰仪式，但仔细想想，它其实跟我们解题时的大脑活动有很多共通之处。当时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是怎么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结果呢，哈德森身边的信徒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在给他活生生的答案。他们做的事情说起来也挺特别，有规律、带动力，还有点仪式感。他们通过这些行为把生活安顿下来，还从中找到对不可见事物的意义感。不夸张地说，支撑他们日常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祈祷。所以哈德森的研究焦点马上就变了。祈祷这个行为在人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随便闭眼说几句话那么简单。他相信他们脑子里一定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什么呢？他想弄清楚。于是哈德森做了一件挺大胆的事儿，他邀请了一些人当着他的面祈祷，对，现场观察祈祷的全过程，就像科学实验一样。哈德森一共找了16位受访者，要是拿来做可重复性强的实验，可能不算多，但已经足够开启一次深入的探索了。他先问了他们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你是怎么祷告的？为什么祷告？什么时候祷告？一次多长时间？然后给他们一些开放式的提示，邀请他们自由祷告。当时刚刚经历完 COVID-19 大流行，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线上完成的。有些人一开始有点羞涩，虽然他们很熟悉祷告这件事儿，
但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祈祷，哪怕是在线，也还是有点别扭。更何况他不是普通的陌生人，是一个拿着笔记本盯着他们的科学家。但好在，他们知道哈德森是一个友善的科学家。每次访谈大概持续1个小时，慢慢的，大多数人都适应了被观察的状态，从一开始的拘谨，到后来能真正进入祷告的状态。那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这时6位受访者都是公开认同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相信有一位上帝不仅无处不在，还渴望与他们建立一种不断加深的个人关系。对他们来说，祷告不是任务，而是一种主动联系神的方式，一种伸出心灵之手，试图与神建立连接的过程。而且，他们不只是念词而已，他们把祈祷当作一种思维活动，是一种需要聚焦注意力、整理思绪、反思自我的内心练习。他们告诉哈德森，他们祷告是为了感受到神的临在，为了靠近他，为了让这种连接变得更深。当然，在祷告中他们也会求，有时候求一些物质上的事儿，比如健康、工作、生活顺利，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在求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希望、安慰、力量。简单来说，他们在向神寻求帮助。但让哈德森真正惊讶的，当他花时间深入观察这些祷告之后，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们不仅仅是在祈祷，他们也在解决问题。不如说，他们在祈祷也在解题，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祈祷来解决问题。这个发现对哈德森来说，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转变。祷告不只是表达或者求助，它其实也像是一种内在对话，让人把混乱的情绪、纠结的想法、复杂的问题，一点一点整理出来，找到出路。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解题过程吗？先理解问题，再制定计划、执行、反思，一步一步，悄无声息地发生在一次次祷告中。最让哈德森震撼的一点是，他采访的这些人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波利亚的4步解题法。最神奇的是，他们根本没读过那本《怎么解题》。举个具体例子，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位受访者，用化名叫他保罗。保罗是一位住在纽约的法律系学生，聪明、条理清晰，成绩优异。他手里已经有几个藤校的高含金量学位，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但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他，也不是没有烦恼。他告诉哈德森，自己的早晨常常是充满焦虑、混乱，还有点迷茫。他一开始祷告时，说话方式和你能想象的一样，用的是那种常见的祷告语言，先称呼上帝，感谢上帝，最后以 Amen 结尾。但当哈德森仔细去分析他的内容时，惊讶地发现，他整套祷告的结构几乎完美复刻了波利亚的解题模型。你看，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理解问题。他说自己早晨总是陷入焦虑，状态不佳。他并没有一上来就求让我开心点吧，而是先清楚地描述了这个问题状态。第二步，设定目标。他想要什么？他说得很具体，我想在早晨感受到快乐，而不是焦虑。第三步，制定计划。他在祷告中说，他想找到一种方法，在每天早晨更容易遇见上帝。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自己早晨的情绪变得更稳定。接着，他反向推理，如果我想在早晨遇见神，那我得怎么做？他得出的结论是，我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晨间生活节奏，建立一个新的计划表。听起来像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解题流程？从问题出发，设定目标，制定计划，找路径。但保罗并没有坐在白板前写逻辑图，他是在祈祷中完成了这一整套思考过程。祈祷成了他解决生活难题的一种方法。当然了，在一段简短的口头祷告里，想要把执行计划这一步完整做完，确实有点难。但让哈德森特别惊讶的一点是，很多关键的情绪转变，往往就是在祷告的过程中发生的。就拿我们刚刚说的保罗来说，他在祈祷的时候，会花时间反思过去的经历，不是那种走流程式的念词，而是真正在思考、回顾、感受。他说了一句让哈德森印象特别深的话，
我们以前也有过那些好的晨间仪式，现在只是需要重新找到我们在早晨相遇的方式。这句话里藏着一种非常温柔的力量，他不仅在找答案，也在找一种曾经感受到的连接感。而最让哈德森震撼的事情是，这些受访者完全没有接受过什么解题技巧训练，却能在祷告中自然地走出一条类似波利亚的思维路径，而且是完全自发的，无人引导的。要知道，这套解题模型最初可是为数学家设计的，可这些人在祈祷时就悄悄地用上了。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哈德森也知道，不能因为16个人的案例就下定论。所以，接下来哈德森想要更进一步。这个祈祷中解题的现象，是不是每个祈祷者都会有，还是只有某些人、某些场合才会出现？为了找到答案，哈德森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找来了151位受访者填写。哈德森问他们：你平时去什么样的教会？多频繁祷告？一次多长？在祷告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经历过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步是从个案研究到群体分析的重要转折，也是哈德森试图从现象观察走向科学验证的关键一步。结果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解决问题几乎成了祈祷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过程。在151份答卷中，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波利亚4步解题法的完整痕迹。他们说，祷告帮他们更清楚地理解问题，有时候还能让他们换个角度，重新看待那些困扰自己的事儿。他们会在祈祷中想出解决方案，拟定计划，甚至在祷告之后，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有动力去面对、去行动。其中一项数据特别打动哈德森，几乎所有人，除了5位，都说祷告至少在某些时候真的帮他们解决了与他人的冲突。最有意思的是，哈德森本来以为会出现，有的人擅长在祷告中解题，有的人不是，结果发现根本分不出这种差别。他的样本里基本都是美国本土的教会信徒，从20岁到93岁都有，横跨好几个时代。教派上也有不少差异，有福音派、浸信会、路德宗，还有天主教徒。但让哈德森震惊的是，没有任何一种人口学差异能预测谁会在祷告中解题。换句话说，只要你祷告，你就几乎一定在祷告中解决问题。不管你多大年纪，不管你来自哪个教会，不管你是每天3次祷告，还是偶尔说说话，祷告都在激活你的思维结构，带动你处理问题。不过呢，这些发现虽然很有趣，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开。祷告真的比别的解题方式更有效吗？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种高质量的解题工具？特别是和别的方式比起来，比如直接开口思考，跟朋友聊天，写清单，分析利弊。哈德森又想起了保罗，他在祷告中处理自己早晨的焦虑。哈德森当时亲眼看到，他一边在跟神说话，一边也在很有条理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哈德森心里还是有个疑问，他毕竟是个法学院的高材生，肯定也懂得别的思维工具。那为什么他偏偏觉得祷告有用？祷告到底强在哪儿？这也成了哈德森研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他写完论文这项大难题的终极解法。哈德森做了很多人熟悉的一件事儿，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目标是想要直接比较2个方法的效果，祷告与大声思考。这2个方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非常常见，一个偏宗教，一个偏心理学，都是人们处理情绪和问题时常用的路径。于是哈德森重新开始招募受访者，这次找来了100位基督徒志愿者，同样在线上进行，然后把他们随机分成2组，一组负责思考说出来。哈德森请他们选一个让他们不舒服的人，可能是有冲突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个让他们觉得烦的人，然后请他们对着屏幕说出自己对这个人的所有想法。而另一组则被分到了祷告说出来。同样的题目，也是面对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人，但这次他们不是对自己说话，而是向上帝祷告。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问题完全一样，同样的人际困扰，参与者背景一致，都是真正有祷告习惯的基督徒。唯一的变量就是他们是在祷告还是在思考，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完全单一的对比实验。哈德森想知道的是，如果面对同一个凡人对象，人在用不同方式处理情绪和问题时，祷告是否能带来不同的心理结果？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们一开始说过，这次实验是要比较两种方式，祷告和自言自语的思考。好消息是，这两种方式都确实有帮助，无论是祈祷还是大声思考，都能让人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身，激发出新的想法，甚至梳理出接下来要怎么做的行动方案。换句话说，按照波利亚的解题4步法，理解问题，拟定计划，两种方式都表现得不错，旗鼓相当。但真正的分水岭来了。哈德森发现，有些指标祷告组表现得明显更好。最明显的是什么？情绪疗愈感。祷告的人更容易感受到轻松释怀，他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关系会改善。更关键的是，他们会对那个让人不舒服的对象产生更多的同理心和理解力。他们不再那么容易贴标签、下结论，反而开始想，也许他也有苦衷吧，或者我可以多给他一次机会。而另一边，思考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也能分析问题，想出对策，但他们不会因此觉得关系更好，情绪更轻松，更不会突然就对那个人产生什么正面情感。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你分析了一大堆，讲了一堆道理，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该烦还是烦。而祷告，除了让人理清问题，还能让人心软下来，产生连接，愿意释怀。所以你可以说，祷告和思考都是解题工具，但祷告更像是一种情绪疗愈器。它不仅让你知道该怎么做，更让你愿意去做，并且带着一种善意和平静去做。这或许才是祷告真正的独特之处。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虽然这些都挺有意思，可哈德森只研究了基督徒的祷告，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在哈德森的研究里，他主要关注的是基督徒参与者的祷告行为，因为那是他亲眼观察到最有数据支持的部分。但说实话，祷告本身是个非常宽泛、难以定义的概念。它不像刷牙那样有一个统一固定的动作，也不像选举那样有一个制度框架。祷告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心智行为，带着极大的多样性。在哈德森后来发表在《认知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中，他和合作者试着给祷告下了一个工作定义。祷告是一种私人的、反思性的心智活动，涉及与神灵、灵体进行的内在，有时外在对话，并期待这是一种沟通。这一定义尝试把祷告的范畴从基督教拓展出去，覆盖更多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在这项跨文化研究中，他们接触了泰国和中国的佛教徒、加纳的奥康福祭司、瓦努阿图的祖灵信仰者。他们的祷告方式、语言、姿势、对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在祷告中往往会把神感受到像一个人，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话对象。这种人格化的神圣对象是祷告的核心机制之一。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基督徒，它也广泛存在于犹太教信徒、穆斯林、萨泰里阿、古巴融合宗教的信徒，甚至包括某些当代的异教徒、魔法实践者。无论他们的神是谁，语言是什么，形式怎样，他们在祷告时都在与一个被感知为活着的存在对话。这也许就是祷告能够带来认知调整、情绪修复、目标澄清的原因之一。说到底，让哈德森最感兴趣的一个特征是祈祷的自发性。你可能会说，祷告不都是祷告吗？其实不是，并不是所有祷告都具备解题的效果。像是仪式化的祷告、照本宣科的朗读或者重复吟唱的经文，这些祷告当然也有意义，它们能带来仪式感、信仰连接、灵性体验，但它们未必真的能帮你命名问题、
理清状况，制定计划。而哈德森所说的问题解决型祷告，有一个关键前提，它是自发的，是个人化的，是一种你在和神说话，或者和某种灵性存在对话时，由内心自然流出的思维过程。你不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而是在试图用祷告这个形式，解决一个你正在面对的实际问题。虽然哈德森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基督徒，但根据他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这个现象绝对不限于基督教内部。哈德森愿意大胆推测，只要一个人经常主动地进行某种祷告式的练习，不论是向神、向祖灵、向宇宙或向某种灵性存在，只要这种祷告是真诚而自发的，那么他们多半也在解决问题。用祷告来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新的、刚刚被科学捕捉到的现象。但其实，祷告对人类的好处，科学界早就开始关注了。比如，有研究发现，祷告能减少焦虑，提升感恩感，还能增强幸福感，提升人的心理韧性。有一项研究专门调查了祷告者的身体状况，在伊朗做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祷告与身体健康直接相关。还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祷告姿势，比如站着、跪着、合十、俯伏，会让人产生不同类型的情绪体验，包括很多积极的情绪，比如平静、安心、接纳。更有学者认为，集体祷告仪式在社会层面上也有重要功能，它能加强群体身份认同，增加我属于这里的归属感，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也就是更愿意互相帮助。甚至有一项非常离谱但真实存在的研究指出，在试管婴儿治疗中，接受远程代祷的病人，其受孕成功率可能会更高，虽然还缺乏足够证据支持。这些发现虽然方向各异，角度不同，但科学界的共识越来越清晰。人类祈祷是因为祷告能让人思考得更清楚，感觉也更好。这不是迷信，也不只是心理安慰，而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心智活动，帮助我们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当然，话说回来，你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种祷告帮助你治愈自己、解决问题的说法，会不会其实是很美国式的想象？这其实是个非常尖锐也很必要的问题。毕竟，美国文化本身就非常强调个人体验、心理疗愈，而在美国历史上，宗教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很模糊。像是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190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就提出，研究人的宗教和神秘体验，不只是理解宗教，也可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宗教的科学。他本人相信，宗教体验不只是心理现象，也可能是真正接触到了某种超自然的真实存在。后来在美国广泛流行的新时代信仰系统，也延续了这种思路。从19世纪的新思维运动，一直到今天 TikTok 上火爆的显化 Manifestation 指南，这些看似不同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在传达一种理念：精神意念的练习会带来疗愈，你所相信的将引导你走向更好的生活状态。所以你可以说，个人祷告的疗愈性确实有很强的美国文化底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人类仍然在寻找一种既能面对现实，又能照顾内心的精神工具，而祷告也许正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向神说话，向宇宙许愿，还是向内在自我倾诉，人类从未停止过这类心智活动。实验里的结果，其实早在哈德森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参与者就已经在告诉他了。哈德森看到的是人们在祷告中解决问题，而他们说的是，我在跟上帝说话，我感受到他在听，我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从科学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实验能证明上帝是否存在，也无法验证他是否真的在那一头回应了这些祷告。但有一点，我们确实可以验证，那些祷告的人确实感觉到了帮助，而那些只是自言自语思考的人，没有。这就是区别。你可以说，这或许是一种错觉，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信任连接。心理学上对协同解题的定义是这样的：
要解决一个新问题，团队中每个人都能评估方案的质量，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彼此需要彼此。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上帝或许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协作对象。当人说我无法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祷告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在那段对话里，你不是在独自承受，而是在一起面对。祷告不是把问题扔给神，而是我知道我还不够，但我知道我不孤单。但对一位在祷告的基督徒来说，这不是想象出来的对话，而是真实的协作。他们相信上帝真的在那里，在和他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一些人担心，这不就是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吗？但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个哲学难题，因为我们能确认的一点是，那位祷告的人确实相信神在。而如果你真的把上帝视为一个团队成员，那他所带来的技能确实无人能比。全知意味着他掌握一切信息，全能意味着他有能力做任何事，他也绝对有资格评估每一个解决方案的质量。而祷告本身就是这场协同解题的沟通通道。祷告者可能一口气说上几分钟、十几分钟，但他们也说他们在听思想里的念头，听身体的感觉，听从环境中传来的某种暗示或回应。就像人类学家谭亚罗尔曼在他那本《当上帝开口说话》中观察到的那样，福音派基督徒会试着与神对话，就像和朋友说话一样。渐渐的，他们学会把脑海中某些念头不再看作我的想法，而是神在说话。所以，即使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不到神，也听不到明确的回应，甚至无法用科学来量化那个回应是否真实，但在每一个真心祷告的人心中，他们正在经历的确实是一场和神一起解决问题的合作。而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孤单，不是混乱，而是有人同行，有路可走。当把祷告当成一种协同解题来看，很多观察到的现象就突然说得通了。首先，协作意味着这是个社交行为，你不是一个人硬扛，一个人下象，一个人对空气讲话。在哈德森的问卷调查里，他特别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在祷告的时候，感觉是在跟谁说话，还是你只是对自己说？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我是在跟一个真实存在的对方说话，我不是在跟自己讲道理。他们在说话的过程中，甚至会把问题的一部分直接交托出去。他们有个特别的说法，我把这个交给神了，英文叫 give it to God。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是信任，是放下，与神同行，是告诉自己，我不再一个人扛这个问题了。在哈德森的实验里，这种交托的效果非常明显。祷告的人祷告完之后，很多都说他们感到轻松了，而那些只是自言自语思考的人，就没有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协同解题与独自解题的本质差别。把问题的一部分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这不仅仅是祷告的灵感，它还是心理治疗里常用的经典方法之一。在治疗中，常常会这么建议：专注于你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就放手吧。而祷告恰恰就是在做这件事儿。人们在祷告中会认真思考，这件事里我能做到的是什么？我控制不了的又有哪些？但他们不是就此逃避或回避，而是把那无法控制的部分交给神。而这个神可不是谁都能比的，他们把问题交给了整个宇宙的创造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祷告之后会对某个困难的人际关系问题感觉更有希望。也许他们没办法改变室友的坏脾气，也无法控制老板的苛刻标准，但如果是神出手，那就说不准了。而祷告的另一个好处是激发继续努力的动力。解决问题往往不是一下就能搞定的，很多时候是持续艰难的过程，你很容易就想放弃，但祷告的过程会把你对转变的那一点希望牢牢守住。有个参与者叫丽莎，在实验后哈德森说了一句话，
让他至今印象深刻。上帝就像一张外卡，如果只是我自己想，我不会觉得有什么能改变，但只要我交给神，就什么都有可能。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都会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些人还会低声念出来，甚至在心里打拍子。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宗教，但其实他们在认知科学上非常聪明。我们的大脑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能多线程。认知科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工作记忆容量，简单说就是你一次能同时处理多少个信息。研究发现，一般人能同时记住处理的大概是3到5个信息块，不管是数字、目标、声音还是待办事项，超过这个量就会卡顿、分心或者直接崩溃。所以我们在解决一个难题时，其实是把大脑的零食桌面塞满了。此时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干扰，手机震一下，别人叫你一声，你整套思路就会被打断，重新加载非常痛苦。但祷告有一个很厉害的附带功能，它自带排除干扰系统。你想想，闭眼、合掌、找安静空间，甚至出声祷告，这些都是帮助你聚焦、减少大脑负担的行为。有些参与者就跟哈德森说，我发现默祷的时候脑子容易飘走，但一旦出声就能把整个祷告逻辑说完整。祷告其实就像是给你的思绪搭了个轨道，让它不再乱跑，不断返回正题。祷告其实还带着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它会不断地提醒你，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你认为什么重要。很多人在采访中都提到，祷告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些我原本想坚持的事儿，我会想起神希望我去做的选择，我自己相信的价值观。这种提醒特别关键，你试过吗？如果你只是自己想着某个让你抓狂的人，很容易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但如果你是在祷告中提到他，你会突然想起，神也爱这个人，我是被呼召去爱人的，不是审判人的。就像有人在跟我说，祷告不是帮我解决问题，但它让我重新调整了的我愿意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就带来了一个天然的价值约束。在祷告中，你不能随便乱选一个解法，你只能选那些符合你信仰、你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去面对。他帮你做了一件很难的事儿，在混乱的情绪里，选出那个你真正想成为的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这样思考，完全不是。我们可以从祷告中提取出来的是他的这些策略，用语言清楚地表达你的问题，明确自己的目标状态，回顾过去曾经有效的经验，聚焦，排除杂念，在信任中交托那些你无法掌控的部分，最后把选择留在你最深的价值上。就算你不信神，你也可以试着这样做，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说出你的困扰，是妈妈，是朋友，是心理师，或者是你自己录的一段语音。你会发现，不在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松动了。祷告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怎么和神说话，也许他也在教我们怎么在爱、希望和专注中好好的、逐步的走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正被某个问题困住，不妨试试这个简单又经典的方法。这就是数学家波利亚提出的4步解题法，非常简单，但非常管用。第一步，理解问题，把问题清楚地说出来，或者写下来。很多时候，只是把问题表达清楚，困惑就已经少了一半。第二步，制定计划，可以是试试看，列个清单，问问别人意见，或者像下棋一样倒推。第三步，执行计划，一口气把你的计划走完，如果发现不对，就回来重新调整。第四步，回顾反思，总结一下这次的过程，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下次还能用什么。同时，请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原则，你无法控制别人的反应、情绪或行为，但你可以选择自己怎么回应。把注意力放在你能控制的部分，把其他的部分先暂时放下来。
把你最看重的价值、最重要的优先顺序写在纸上，放在眼前。是，我要保持冷静；是，我要坚守自己的底线；还是我想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这些价值会在你做选择的时候帮你指明方向。你甚至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解题的环境，给自己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片刻，闭上眼睛，双手交握，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也能让思绪重新归位。是的，祷告不只是向神求祝福、表达信仰，它其实是一种满载着心理资源的认知练习。即使你从不祷告，你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答案，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安静下来思考的方式。好了，觉得有趣的话，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